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月15日。嗱，咁啊近來咧，緬甸柬埔寨嗰啲詐騙員咧、詐騙集團咧，又成為全球新聞喎。嗱，咁啊香港咧或者大陸有啲官媒啊指控啦，大公報就話啦，直擊咧呢個嘅苗瓦底啊，就話苗瓦底呢啲詐騙員啊背後嘅幕後大佬就係嚟自台灣嘅黑幫嘅。咁我哋都知道咧，台灣黑幫一直有參與詐騙啦，竹聯幫、天道盟呢啲都有。咁啊香港、澳門嘅14K。都有喺嗰度咧，有好多活動嘅。但係問題呢啲級數，其實咧喺緬甸啊、柬埔寨啊、寮國啊、泰北啊呢啲地方咧，喂佢哋嘅影響力咧就唔係話好大嘅啫喎。佢哋只不過咧係中低層嘅一啲犯罪分子嚟嘅啫。背後啊個勢力係咩？係嚟自緬甸啊2次世界大戰以後嗰啲軍閥，以及咧中央政府軍以及地方嘅警察勾結，加上一帶一路啊。嘅投資，咁啊大量中資湧入，建立咗呢啲嘅詐騙員 KK 員，咁啊就係用一帶一路嘅名義、一帶一路嘅資金去營運嘅，咁所以咧背後其實係錯綜複雜嘅。咁我今日咧就要咧理清一下啦。喂，點解呢啲地方咧係會成為世界嘅犯罪天堂？即係緬甸、泰北呢啲地方，喂。仲有好多香港人咧去旅遊喎，去泰北、去清邁啊、清萊嘅旅遊。咁但係呢啲地方咧就係傳統咧惡勢力嘅地方嚟嘅，已經係超過70年噶啦。咁啊嗰個歷史發展點嚟咧？首先我哋了解個地圖先。嗱，今次咧KK 員所在咧，我哋之前解釋過啦，就係克倫邦。克倫邦咧就其實啊。同今天咧，而家嗰個緬甸詐騙員啊，個重點咧就叫做苗瓦迪或者叫苗瓦底啦，就係嚟自泰國嘅東部嘅邊境嚇。咁佢呢度咧揸車咧，大概去2個零鐘咧，就係去到所謂克倫邦。克倫邦就係 KK 員嘅所在啊，2個半鐘頭左右就去到嘅。咁而家呢個苗瓦底咧，其實就喺泰國嘅邊境嚟嘅啫。喺泰國邊境行一步就到嘅咯，所以咧你行嗰啲鐵絲網咧就咁咧就穿到過去嘅。所以點解啲香港人喺呢個嘅曼谷啊被綁架，曼谷揸車上去咧8個鐘頭，咁你就可以去到嗰度咧，穿過啲鐵絲網就入到去詐騙員啊。基本上咧係即係你只要買通啊當地嘅一啲嘅守衛泰國嘅同埋呢個嘅緬甸嘅守衛，你就係完全可以暢通無阻咯。咁但係呢度咧就係緬甸啊而家嗰個犯罪天堂。即係所謂詐騙地獄就喺呢度啦。咁但係傳統咧，緬甸咧、泰北同埋呢個嘅老撾啊、寮國呢度合稱咧，就所謂金三角地帶啊嘛。就係喺呢度再北啲，由呢個泰北咧，即係所謂金三角啦，喺清萊嗰度揸車落去今次嘅苗瓦底其實只係揸8-9個鐘頭時間。所以咧呢度亦都可以解釋到2次世界大戰以後啊，泰國。老撾同埋呢個緬甸呢個惡勢力呢個影響力，佢今天呢仍然係好大如果冇呢啲所謂嘅金三角惡勢力嘅支持底下呢，呢啲詐騙員做唔到幾百億人民幣一年嘅生意而幾百億人民幣背後梗係要大量嘅軍人大量嘅政府官員去包庇啦。咁而點解會衍生到呢咁嘅情況呢？其實同金三角呢個生意係有關係嘅。大家知道啦，金三角呢就係世界上呢最有名嘅呢個毒品天堂，係種鴉片啦、罌粟啦係種罌粟花起家嘅。咁提煉鴉片，鴉片呢喺上個世紀呢開始就提煉成為高純度嘅海洛因，所謂4號海洛因咁雖然呢近年呢就係俾即係好多合成嘅毒品，譬如話冰毒或者其他嘅呢啲合成毒品呢係打擊到佢嘅市場，但係咧佢哋仍然咧有一定嘅勢力嘅，而且累積咗幾十年嘅生意啊嘛，佢哋坐擁數以8億美元嘅資產，咁所以佢哋嘅保護傘底下咧就轉型成為詐騙集團，其實就係同呢個嘅世界潮流有關，就係啲人慢慢咧唔食海洛因啦，就轉食呢個冰毒，轉食咧而家咧仲有芬太尼仲有其他毒品多元化咗，咁所以佢哋嘅生意就下降咗，而佢哋嘅生意下降咗咧，就想辦法轉型，適逢一帶一路嘅投資，哇咁中資咧大量進入緬甸、柬埔寨呢啲地方，咁所以佢哋就同佢哋合作啊嘛，成為咗呢個集團嘅背後一個重要嘅勢力呢個重要勢力包括3方面嘅，第一就係中資，第二咧就係呢個金三角嘅軍閥。第三就係咧緬甸同柬埔寨嘅政府人員，所以合成咗呢個嘅鐵三角陣營。呢個就係傳統咧，由金三角咧就轉型啦。金三角咧就係所謂由清萊府以北啦，咁有幾個好重要嘅地方嘅，就譬如話呢個曼薩啦，曼薩就係2次世界大戰以後咧，
中華民國嘅軍隊咧割據嘅地方嚟喎，然後仲有大其力啦，大其力係金三角咧出口嘅重鎮嚟嘅嚇，咁呢啲所謂嘅金三角，仲有呢個呢個會晒。咁啊，呢啲咧就係遼國即係老撾啦，咁呢啲所謂金三角咧傳統種鴉片嘅地方，政府軍多年啊都係攻唔到入去，短暫攻到入去嘅時期咧，都好快咧就俾其他嘅軍事勢力咧係佔據咗啊，所以一直咧係成為種鴉片咧出產鴉片最主要嘅地方，全球三大產地嚟噶，阿富汗啦金三角啦，同埋南美洲即係哥倫比亞一帶嘅地方，哥倫比亞主要係供應咧南美洲、北美洲嘅呢個嘅阿富汗咧，主要係供應歐洲，咁而金三角咧就供應亞洲同埋供應到美國嘅，咁所以咧聯合國就一直咧好想打擊噶啦，咁美國咧亦都咧曾經懸紅多次懸紅重金懸紅呢個嘅200萬美元咧係追擊咧呢個嘅當年金三角咧最大嘅毒品軍閥就係所謂坤沙，一陣間稍後就會講到坤沙集團啦。咁你從呢個史料裏邊咧，你可以睇到嘅，點解金三角會種咁多嘅鴉片咧？喂，英國人咧就好尊重歷史嘅，即係佢哋以往歷史嘅一啲黑材料咧，而家全部係公開晒咁滯噶啦，教科書亦都睇到。咁專業嘅研究學者咧，亦都好輕易地咧喺英國國會文獻裏邊咧揾到嘅譬如話咧呢個嘅喺緬甸鴉片銷售令喂，你係好輕易揾到咧相關嘅檔案文件1891年呢個鴉片銷售令，咁咧緬甸咧係當年咧就1850年代開始，咁就係隸屬於呢個嘅英國噶成為英國嘅殖民地，呢個叫做英屬印度，係英屬印度咧由印度啦，今天嘅巴基斯坦啦、印度孟加拉去到呢個嘅緬甸，後來咧就去埋呢個嘅馬來亞半島，咁所以呢條咧係整個中南半島印度支那。其實就係由英國控制咗噶啦，咁當然法國亦都控制咗越南啦，呢個就後話啦。1852年開始咧，英國咧已經咧大量咧控制咗緬甸嘅領土，咁咧就經印度咧就運鴉片過去。咁點解要運鴉片過去啊？就因為要經陸路啦，經緬甸啦然後咧再去到呢個嘅中南半島，再喺嗰度咧再種植鴉片。咁然後透過喺緬甸種植鴉片咧，再運到去新加坡，然後經新加坡咧運嚟香港或者運去上海，呢個咧就係整個鴉片銷售嘅路線啊。所以點解可以解釋新加坡同香港咧係國際航運樞紐啊嘛？係主要咧係吸納呢個嘅金三角地帶吸納緬甸啦，吸納呢個嘅孟加拉同埋印度咧嘅鴉片同埋其他商品嘅貿易，咁就要集散去新加坡，由新加坡咧海路咧就運去香港，再運去大陸嘅咁所以當時就咁啦。1852年開始就控制咗，咁所以咧緬甸咧成為英國人咧鴉片種植地。咁但係咧英國人咧佢係立咗法，鴉片咧就唔可以喺本地度販賣本地嘅商鋪咧係不能販賣鴉片嘅。所以呢個嘅文件歷史文獻咧一系列嘅歷史文獻咧就可以證實到呢點。咁1878年咧呢個英國透過鴉片法就減少鴉片嘅即係喺呢個嘅英屬殖民地裏邊咧係吸食，咁所以咧佢就唔俾當地人吸食，就只可以咧運鴉片去中國。咁但係香港係可以吸食嘅，因為香港都係屬於中國人啊嘛，咁所以香港咧有好多大煙館咧仲係可以嘅。但係咧英屬印度咧英屬緬甸咧就唔能夠吸食嘅。咁1886年嘅時期咧，英國咧再佔領埋緬甸嘅東北，咁就係金三角頭先所講嘅重要地方啦，就係呢個掸邦。掸邦咧呢個係後來成為咗一個共和國嚟嘅，因為有一個鴉片嘅軍閥咧叫做坤沙，喺90年代嗰度建立咗一個掸邦共和國噶呢個就好有趣嘅歷史，稍後再講啦。咁然後掸邦就係金三角種鴉片最核心嘅地方，咁英國人又繼續喺度種鴉片，咁然後販賣中國。但係當時咧已經1886年開始咧，其實英國人買鴉片去中國嘅比例已經大幅減少啦，因為中國人咧就大舉咧喺本土種植鴉片，經過呢個嘅林則徐，後來就曾國藩嘅仔曾紀澤嘅推動底下咧，一代又一代人咧，中國人開始大量自己種鴉片，透過呢個進口替代就係自己種，然後就取代進口嘛咁喺中國嘅陝北陝西呢啲地方，甘肅大量種鴉片。咁慢慢咧，英國人嘅鴉片咧就發覺咧就唔能夠打入中國市場啦，所以大幅減少嘅。咁所以慢慢呢個情況咧，鴉片咧就喺緬甸咧就開始式微。咁但係咧地方
啲農民啊，仲有一啲人係種噶嘛咁啊只係咧以好低嘅價錢咧喺附近度販賣，因為你喺緬甸又唔能夠合法販賣喎，所以鴉片咧一度咧就係式微咗嘅喺呢個緬甸。咁啊直至係幾時咧？直至係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啦，呢個人物啊出現咗。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咧，喂1949年。中華民國咧就喺大陸節節敗退喎，咁啊其中咧第八軍呢，就遁鼠到去呢個雲南呢個第八軍，咁啊入到去雲南之後咧，咁就係雲南同埋緬甸、柬埔寨越南呢啲地方係相連噶嘛咁啊就係透過湄公河就即係走咗入去緬甸喎，呢個第八軍，咁啊然後咧就等待咧機會反攻大陸復國。咁啊，但係即係可惜事與願違咁所以咧，佢哋咧第八軍咧就留守咗喺緬甸一個長時間。咁而咧，有一個人物就喺呢個時候咧就係應運而生啦。呢個人物好重要嘅人物，呢一個咧就係國防研究院第4期研究生叫做柳元麟。柳元麟呢就係第八軍嘅當時副團長嚟嘅，咁但係因為咧率領咗一支軍隊去咗緬甸度咧，係同呢個嘅中共咧係對峙，咁啊多次咧就係即係試圖反攻翻去昆明雲南嘅，咁但係當然係唔成功啦。咁所以咧佢就留咗喺緬甸，緬甸咧好快咧就同中共建交就同呢個嘅中華民國斷交啊。喺呢個時候咧，咁既然係咁啦，佢哋就諗住長期留守喺緬甸啦，喺緬甸咧建立軍事勢力。咁啊就喺頭先所講喺掸邦、金三角一帶咧就建立咗軍事勢力。咁啊而建立軍事勢力咧，當時咧睇翻一啲嘅蔣介石嘅日記而家已經全部解封咗啦。睇蔣介石日記咧。蔣介石喺1950年開始就係以每個月20萬泰銖20萬泰銖咧去資助呢一支軍隊喎。咁呢支軍隊咧當時係即係有超過1萬人嘅。咁啊20萬泰銖咧計翻匯率計就大概係1萬蚊，即係以呢個嘅官方匯率就係以1萬蚊美元。咁啊1萬蚊美元喺1950年係非常之犀利嘅1950年咧1萬蚊如果兌翻港紙大概係5萬幾蚊港紙。喂，嗰陣時咧5萬幾蚊港紙係天價嚟噶啦，1950年幾百蚊就可以買到一個單位噶咯，喺1950年代嘅時期咁啊喺嗰陣時咧就用20萬泰銖去資助呢一支軍隊。咁啊然後咧呢個嘅蔣介石希望佢哋可以反攻大陸喎，咁但係咧好景不常啦，隨住呢個嘅中共咧就站穩咗勢力，咁啊然後咧中共要求緬甸咧要清剿呢一支軍隊，咁啊要去清剿呢支軍隊嘅時期咧，但係喂呢個嘅柳元麟佢哋呢支國軍唔係講笑喎，呢支第八軍佢哋就係經歷過2次世界大戰喎，打過日軍嘅，然後又打過國共內戰嘅，咁所以咧佢哋打共產黨解放軍就未必能夠打贏啦，因為共產黨都係軍事上都係有佢嘅優勢喺度噶嘛，咁但係打緬甸嗰班人呢，政府軍就綽綽有餘喎，結果以3000嘅軍力咧就擊敗咗2萬嘅緬甸正規軍，即係打極都打唔贏喎，結果咧緬甸咧亦都無可奈何啦。中共咧就話不如咁啦，我派解放軍嚟代理清剿啦。緬甸又好擔心因為與此同時咧，中共又喺中南半島度咧策動緊革命啊嘛，喺馬來亞、喺呢個嘅越南喺呢個老撾，喂，全部係策動緊共產革命要赤化中南半島噶嘛。蘇共同中共一直嘅陰謀就係咁樣嘅，咁所以緬甸咧亦都多謝啦，唔好啦，千祈唔好派解放軍嚟，我哋自己打。但係打極都打唔到，由1949年咧打到1953年。打極都打唔贏咁結果點呢？結果咧佢哋無可奈何啦，要揾聯合國啦咁你睇聯合國而家官方文件呢，喺聯合國嘅大會第7屆大會裏邊，即係1953年緬甸聯邦呢就正式向聯合國投訴話中華民國政府係侵略緬甸呢個係官方文獻嚟噶，而家我手上呢一份，佢話佢侵略緬甸。要求咧譴責佢，咁美國咧亦都唔好意思咧，即係喺呢個時候盲撐啦。咁但係咧美國一直咧係有軍事上支援嘅，喺曼谷度咧就建立咗基地，然後咧就透過曼谷咧軍事上、軍備上支援呢一批第八軍。呢批第八軍咧後來當然改咗名啦，叫做反共軍團，叫中華民國反共軍團。就希望咧消滅共匪，反攻大陸嘅，咁由美國去支援佢，經曼谷成為咗咧反共基地。咁呢個好有趣嘅歷史嚟嘅。點解曼谷會成為反共基地呢？因為咧泰國咧泰皇喺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為求自保就親日嘅，咁所以咧丘吉爾就希望去即係懲罰佢嘅。
咁所以喺呢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佢馬上咧就改變策略喎。以前係抱緊日本，而家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咧，馬上咧要抱緊呢個美國啊，咁啊成為反共急先鋒，咁所以先逃過呢個嘅英國啦追擊一劫啊，要清算咧佢哋係資助日本、協助日軍統治中南半島嘅一個歷史啊。咁所以泰皇咧喺呢個時候咧都非常之聰明啊，馬上抱緊美國嘅大腿，成為咗反共基地，就係透過咧美軍嘅軍援資助呢一批第八軍嘅殘餘勢力。咁但係問題咧，呢批第八軍嘅殘餘勢力咧，經過1953年聯合國正式投訴，蔣介石咧就要接回佢哋啦。咁啊一接咗6000幾人，後來多次前後接咧再接幾百人、幾千人咁接咗翻去，所以佢哋整批嘅主力軍隊咧就已經咧係翻咗台北噶啦，翻咗去台北。咁但係咧仲有數千人殘餘勢力啊，就留咗喺度。其中一個人物咧就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嘅。其中呢個人物咧就叫做坤沙，坤沙係當地人嚟嘅，緬甸人嚟嘅。咁啊佢年輕嘅時候咧就加入咗呢支反共軍隊嚇，咁啊就係當地啊，佢本身係當地嘅土，即係呢個嘅華人嚟嘅。其實就係所謂傣族，即係泰族啊，傣族啊，咁啊，然後咧就喺年輕嘅時候10幾歲就加入咗頭先所講嘅第八軍嘅殘餘部隊，或者歷史上叫呢批做孤軍啦嚇，加入咗去。咁啊，後來咧成為咗小頭目，受佢嘅軍事訓練嘅時期成為咗小頭目。但係咧，即係佢本身咧叫姓張嘅，叫張其夫。咁啊，當地嘅名咧就叫坤沙。咁喺嗰度咧就係接收咗一啲殘餘嘅部隊，然後就組成咗一啲勢力啦。咁啊，接收咗殘餘部隊有幾百人最初，後來咧就喺當地咧就負責咧係押運鴉片啊。咁啊頭先講啊，中華民國嘅軍隊喺嗰度有美軍支援啊嘛，但係53年之後冇咗呢個嘅美軍支援啦，美國嘅軍援停止咗啦嚇。呢個蔣介石咧亦都唔能夠直接資助佢哋咯，咁所以佢哋只能夠咧係種鴉片。大規模種鴉片，因為本身英國人已經喺嗰度咧有種鴉片嘅傳統啦嘛，佢個農民亦都熟悉種鴉片，咁但係咧由坤沙呢一批嘅即係中華民國嘅殘餘部隊勢力喺度協助當地嘅農民大規模種植鴉片，咁啊用咗幾十年時間，將金三角咧打造成為全世界毒品嘅天堂喎，呢個唔係講笑喎，其實就係大部分係中華民國軍隊殘餘勢力咧。利用佢哋嚟作為一個生存武器，咁啊再加上咧緬甸啊、柬埔寨啊、老撾佢哋自己嘅軍閥啦、地方嘅軍頭啦、一啲嘅少數民族啦，自己分鐘種鴉片自己做埋，就同呢個中華民國嘅殘餘勢力競爭。但係咧坤沙係佔咗超過70%嘅生意噶啦，咁所以剩翻30%咧就係當地嘅軍頭坤沙一度係佔咗70%嘅生意。咁啊後來咧緬甸咧亦都招安咗坤沙，咁啊加入咗政府。咁但係後來好快就反面啦，當然係，因為唔容許你國內有另外一個國啊嘛，國內有另外一個龐大幾萬人嘅軍事勢力啊嘛，咁所以咧多次咧就同呢個坤沙集團咧就係即係發生咗內戰嘅。咁啊坤沙咧亦都後來就走咗去泰北，所以而家泰北咧你見到有坤沙嘅故居嘅，泰國政府咧就搞咗個故居紀念佢，可以俾你參觀。當然去好危險啦，尤其是而家詐騙犯咁嚴重嘅情況。咁啊去到90年代咧，坤沙咧自己啦，因為佢個身份認同係中國人嚟噶嘛，佢係傣族泰族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建立咗一個叫掸邦共和國，就係結合咗咧呢啲泰族嘅人民啦，以及佢哋呢啲雲南嘅殘餘勢力。點解即係中華民國嘅部隊蔣介石接咗咁多人翻去，仲仍然有咁多人留咗喺緬甸柬埔寨老撾就因為佢本身就係嗰啲係泰族人嚟嘅。第一，第二咧就係可能係外省人，但係當地已經結婚生仔，所以去到台北咧，佢哋反而咧冇咗一個活動嘅生存空間咁所以佢哋咧就希望咧寧願留翻喺當地。其實就係咁樣發展嘅，咁所以慢慢就變成咗咧呢個嘅聯合國就指金三角咧係世界上咧最大嘅呢個毒品市場，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從呢個歷史咧，你可以睇到坤沙集團其實就係中華民國嘅殘餘勢力。咁毛澤東咧喺呢個嘅2次世界大戰期間咧，就喺延安種鴉片啊嘛，南泥灣係鴉片重鎮啊嘛，咁蔣介石咧嘅部下亦都喺緬甸度種鴉片，咁但係當然啦，蔣介石嘅時候咧喺緬甸種鴉片咧個量係相對少嘅，唔好延安咁犀利。但係當呢個嘅蔣介石嘅反共軍團咧呢個嘅復興計劃失敗咗之後，冇辦法空降翻大陸啦，冇辦法咧北伐咯，
咁所以咧只能夠散落，而最後佢哋嘅一啲部下坤沙集團就成為咗咧金三角咧嘅老大，咁啊最後咧壟斷咗金三角嘅毒品市場，咁啊呢啲罌粟花，直至到今天咧，喂呢個嘅毒品市場啊，仍然咧金三角係世界上最大噶啦，你見到咧去到2024年咧，喂佢其實仲係上升緊喎，點解會仲上升緊啊？已經本來式微咗咯喎，喺2000年代以後，你見到2000年代以後咧，其實咧慢慢係式微嘅。但係近呢幾年咧，去到2021年以後，疫情以後啊，突然間大規模爆發，其實就係因為同呢個詐騙員有關，佢哋就發覺生意唔好，就結果轉型咗呢個嘅詐騙。咁但係做詐騙嘅時期咧，又賺到好多錢喎，又可以推動翻金三角呢啲鴉片貿易咧，去到全世界喎，咁所以咧呢個咧係相互影響嘅，你可以睇到。咁所以咧英國人當年作嘅業就係喺中南半島種鴉片運去中國度賣，結果咧就留咗呢啲鴉片嘅種子喺度。後來中華民國嘅反共勢力入咗去，咁滯留咗喺當地，然後只能夠咧就透過種鴉片咧係維持翻佢哋嘅軍事實力，以圖反攻大陸。咁但係好明顯啊，反攻大陸咧好快就幻滅咗啦。去到60年代，佢哋只能夠長期留喺度咧做黑幫嘅生意喎，將自己咧變成黑幫，將自己咧變為軍閥，變為毒梟。咁所以60年代香港4大家族跛豪嗰啲都要去揾坤沙入貨就係咁解啫嘛。全球嘅毒品市場咧就由佢哋去壟斷，然後去到今天咧，即係坤沙雖然係死咗啦，2007年佢死前10年咧就因為佢自己要建立一個共和國。你建立一個共和國㗎，咁係梗係引起泰國老撾同埋呢個嘅緬甸三國合力去攻打佢啦。結果佢好快就潰敗咗咧。仍然翻咗緬甸咧，過住即係相當唔錯嘅生活㗎，過咗接近10年，咁最終就死咗。咁但係佢哋嘅部下咧，坤沙嘅部下咧，仍然咧喺緬甸咧有一定嘅勢力，甚至乎嗰啲部下加入咗緬甸嘅政府軍，成為咗今天咧詐騙員嘅保護傘。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歷史嚟喎，呢個亦都係一個政治嘅現實。咁而呢個契機就係一帶一路啦。原本咧呢班人咧已經式微咗好耐啦，一帶一路嘅資金入到去令到佢哋咧有出口，咁加上一帶一路咧個運輸去到全世界，就借咗一帶一路嘅運輸咧，將呢啲嘅毒品王國同埋詐騙生意係無遠弗至咁所以呢個係時也命也，當年英國人留下種子，蔣介石嘅部下留下去種植，今天一帶一路嘅資金咧助佢哋咧去推展全球嘅呢個販毒犯罪事業同埋詐騙事業咁所以呢一點咧亦都係有趣。咁唔係我口講嘅喎，係咪啊？喺澳門有啲洪門大佬咁就係攞住一帶一路嘅資金打住一帶一路嘅旗號，係國際洪門嘅名義就入到去嘅喎，咁得到官方嘅肯定嘅喎，嗰啲人咧仲做過政協嘅喎，係咪啊？咁當然有啲已經入咗獄收場，但係以前做過政協嘅，唔係有保護傘，唔係有官方嘅勢力，點能夠做到政協啊？咁佢哋就活躍咗喺當地，所以咧大公報指控話台灣黑幫係幕後操控，咁當然我相信台灣黑幫係有份，但係佢哋只係做中低層嘅一個生意嘅啫，而高層幕後咧就係頭先所講就係軍頭。緬甸政府嘅人員以及咧中資一帶一路，咁而家當地咧就拉咗5萬幾個中國人嘛，咁壓翻去，咁你冇中國背後嘅實力，點可以有5萬幾人去到緬甸度從事詐騙而俾人拉咗俾人解放咗咧咁你點解釋咧？咁呢個當然唔係大公民匯報咧簡單嘅，咁我1連3日咧就係解釋咗呢個嘅緬甸詐騙事業咧背後嘅一個千絲萬縷嘅因果關聯，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次過聽晒我呢3日講緬甸詐騙員嘅一個歷史同埋現實嘅分析，咁多謝大家。咁所以第一集有啲人話我講得冇咁深入，好唔深入係人都講喎，咁我當然一步一步去準備資料噶嘛，我梗係由淺入深嘅，咁所以未聽之前嗰2集嘅請去聽啦，聽咗嘅咁不妨咧即係可以再重溫一下，咁多謝大家支持。收費平台 Patreon 咧有中國近代史課堂，今個禮拜上載咗咧中華民國在台灣嘅歷史，咁所有會員都可以重溫 ，VIP 會員可以無限重溫，15美元1個月就可以睇到啦。咁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我大量嘅時間準備呢啲史料，如果你覺得學到嘢或者有興趣嘅，請大家再 Patreon 或者喺下邊 Super Chat 留言，多謝大家，拜拜。